当两个相爱的人拥有共同爱好时，那原本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它能让平淡的生活多一点光亮，也能让人在困难面前找到彼此支撑的力量。很多时候，它甚至会成为一段关系里最珍贵的快乐来源。但如果这份共同热爱不是阅读，不是网球，而是登山，是极限运动，是一次次把自己推向生死边缘的冒险，那么它带来的就未必只有快乐。它可能让两个人并肩站上新的高峰，也可能把他们一起推向再也无法回头的结局。1998年，珠穆朗玛峰上就发生过这样一段悲剧性的爱情故事。那不仅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故事，也是他们共同迷恋高山，并最终被这种迷恋吞没的故事。每年大约有3.5万人来到珠峰所在的尼泊尔地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真正登顶，很多人只是想到山脚下看看喜马拉雅，或者在海拔较低的大本营附近停留，感受这座世界最高峰的存在。但即便如此，每年仍然有大约1000人会真正踏上冲顶的路。在越来越多人眼里，珠峰早已不只是山，而是一种证明，一种挑战，一种非去不可的人生目标。可问题是，珠峰从来都不是一座只会奖励勇气的山，它的山坡上堆满了登山者留下的氧气瓶、装备、衣物和帐篷，而在那些废弃物之间还散落着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遗留物。那些再也没能走下山的人，越来越多环保人士开始呼吁，应该严格限制珠峰登山人数，因为留在这座山上的从来不只是垃圾。到了上世纪90年代，私人商业登山公司开始在高山旅游中赚取巨额利润。他们把登上珠峰包装成一个可以出售的梦想，仿佛只要你足够想，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世界之巅就会向你敞开。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珠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珠峰登山热迅速升温的年代。1998年春季，新的攀登季开始了，大本营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怀着同一个念头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而在这些怀抱梦想的人当中，有一对夫妻尤其引人注目。谢尔盖来自俄罗斯，弗朗西斯则来自美国。后来谢尔盖所在的登山队邀请他同行，一起前往安纳普尔纳地区徒步，他答应了。也正是从那次同行开始，两人之间迅速擦出了火花。那段始于群山的相遇，最终发展成了一段婚姻。弗朗西斯·阿森蒂耶夫，原名弗朗西斯·亚罗，1958年1月18日出生于夏威夷。在遇见谢尔盖之前，他曾有过一段婚姻，并和第一任丈夫乔德·斯特凡诺育有一个儿子，名叫保罗。但那段婚姻并不幸福，后来很快就结束了。其实弗朗西斯对群山的迷恋来得很早，6岁那年，父亲约翰第一次带他去科罗拉多山区徒步。从那以后，山就像某种无声的召唤一样，一直留在他心里。后来他在瑞士的美国学校读书，之后又毕业于路易斯维尔大学。年轻时他原本打算从商，曾在一家知名滑雪度假村做过会计，后来又进入房地产行业。但与此同时，他在登山圈里的名字也开始越来越响。他被认为是一位极有天赋、能力出众的登山者。在成功登上安纳普尔纳等世界知名高峰之后，他又完成了从厄尔布鲁士山滑雪下撤，成为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美国女性。厄尔布鲁士山是欧洲最高峰，而这一成就也让她迅速在登山圈里声名鹊起。此后的每一年，弗朗西斯都在自己已经相当亮眼的履历上继续增加新的高峰。不过他并不是职业登山家，他有自己的工作，也从没打算把登山变成一份全职事业。1991年，当时还在科罗拉多做房地产经纪人的弗朗西斯遇见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男人，那个人就是谢尔盖·阿森蒂耶夫。在前往美国与自己的第3任妻子展开新生活之前，谢尔盖在圣彼得堡登山俱乐部早已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里，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号——黑手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谢尔盖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最出色的登山者之一，而弗朗西斯本身也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后来他慢慢融入了谢尔盖那群朋友的圈子，那些人都很尊重他，也觉得他是一个真正配得上谢尔盖的人。谢尔盖·阿森蒂耶夫出生于1958年9月10日，
1975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列宁格勒学习无线电工程。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第一次走进群山，并从此彻底迷上了登山。1987年，谢尔盖获得了苏联登山界最有分量的荣誉之一——雪豹勋章。想拿到这个称号，必须登上苏联境内海拔最高的5座山峰，而谢尔盖也经常在不借助瓶装氧气的情况下攀登高峰。1998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弗朗西斯的儿子保罗，那个平时一向支持母亲登山梦想的孩子，突然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在梦里，有2个人被困在一座大山上，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冰雪里，怎么也走不出去。保罗立刻给母亲打了电话，把这个可怕的梦告诉了他。而那时，弗朗西斯已经在为前往珠峰做最后准备。我必须去，他这样对儿子说。他提醒保罗，以前正是他自己鼓励他去挑战珠峰，因为如果不去，他将来一定会后悔。第2天一早，弗朗西斯就要和丈夫谢尔盖一起启程，前往珠峰脚下。在他看来，那天夜里保罗的反常不过是孩子舍不得母亲离开，这种事对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孩子来说其实很常见。于是他安抚了儿子的情绪，答应自己很快就会回来。随后弗朗西斯登上飞机，踏上了前往尼泊尔的旅程。可后来再回头看，保罗的那场梦却像是一个不祥的预告。下面这段内容来自莫什尼科夫在1998年3月发布的 Everest 98新闻稿。3月20日，一支登山队将从圣彼得堡出发，经由莫斯科前往加德满都。在莫斯科，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将与3位美国公民会合：谢尔盖·阿森蒂耶夫、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德斯特凡诺以及弗雷德·巴尔。此外，还有来自法国的登山者拉曼吉尔。这支小队将加入由比尔姆登山者鲍里斯·塞杜萨率领的远征队。整支队伍计划沿经典路线攀登珠穆朗玛峰，也就是从东绒部冰川经由北澳上升。阿纳托利、谢尔盖和弗朗西斯都希望在不使用瓶装氧气的情况下完成登顶。那段时间的珠峰大本营里，弗朗西斯和谢尔盖并不是唯一的一对情侣，还有另一对恋人也正一步步朝峰顶逼近。他们就是伊恩·伍德尔和凯茜·奥多。多年来，2人一直在筹钱、训练、等待机会，只为完成同一个梦想，登上珠峰。而现在，他们终于踏上了通往峰顶的路。他们已经隐约看见了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哪怕那感觉还只是短短一瞬，因为他们出发攀登的时间比谢尔盖和弗朗西斯还要更早一些。珠峰是他们毕生的梦想。一路走来，这段旅程漫长又艰难，但他们推进的还算顺利。很快，他们距离峰顶只剩下350米，再往前一点，他们就能在很多年后对自己的孩子甚至孙辈讲述当年自己是怎样站上世界之巅的。他们将成为征服珠峰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一起做到这一点。那些散落在山坡上的彩色身影全都一动不动，可就在这时，他们路过的一具遗体竟然轻轻动了一下。一开始，伊恩和凯茜都以为自己看错了，可下一秒，那身体又动了一次。那不是尸体，那是一个女人，而且她居然还活着。伊恩后来回忆说，当我意识到那个穿着紫黑色衣服的人还活着，却独自躺在海拔8500米距离峰顶只剩350米的地方时，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我和凯茜立刻离开原本的路线，拼命想尽一切办法去救这个濒死的女人。也就在那一刻，我们那场准备了很多年，甚至四处向赞助商筹款才换来的远征，其实已经结束了。明明离她并不算远，可他们还是没法立刻赶到她身边，因为在那种高度移动，就像在水里奔跑一样艰难。那个躺在雪地里的女人身上只剩一套贴身保暖内衣，其他衣物全都散落在四周。这是严重失温后常见的一种表现。人在极度失温时会产生一种自己快被热死了的错觉，于是反而会开始拼命脱衣服。伊恩接着回忆，凯茜贴到他身边，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帮他取暖。我拨开他脸上的头发，而当我终于看清他是谁的时候，那一瞬间的震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躺在那片雪坡上的人，竟然是弗朗西斯·阿森蒂耶夫。她原本和丈夫一起计划从珠峰北侧线路攀登，
那条线路雪崩风险高，也一直被认为极不稳定、极其危险。而弗朗西斯此行的目标是创造一项纪录，成为第一位在不借助瓶装氧气的情况下登顶珠峰的美国女性。在她之前，还没有任何女性做到过。而那些尝试过的男性，许多人最终都永远留在了珠峰冰冷的山坡上。可即便如此，弗朗西斯依然做了充分准备。他此前就已经登过8000米级高峰，并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闯入者。而且在大本营时，他也常常提起远在家中的儿子。他不是毫无牵挂地来到这里的，他有想回去的地方，也有想回去见的人。可当时的他已经虚弱到极点，他根本无法靠自己移动，嘴唇几乎动不了，却还是拼命挣扎着，想把一句话说出口。他低声反复呢喃着：“别离开我。”伊恩后来继续回忆说，我们花了整整2个小时给他穿衣服，那种刺骨的风声和冰雪摩擦发出的细碎声响，不断撕裂四周那种令人不安的死寂。我的注意力开始一点点涣散，而我也意识到凯茜自己都快要被冻死了，我们必须尽快离开那里。我试着把弗朗西斯背起来，但根本没用。我那些徒劳的抢救反而在把凯茜也拖进危险里。在继续救弗朗西斯和先让凯茜脱离险境之间，伊恩最终选择了后者。可弗朗西斯仍在一遍遍哀求：“别离开我。”伊恩心里很清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他们自己也绝不可能活着下山。在珠峰那种布满陡峭冰坡的地形上，仅凭2个人根本不可能托运一位已经严重冻伤、几乎失去行动能力的人。也许除非他们身边有20个人，再加上夏尔巴人和高山搬运工一起帮忙，否则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伊恩说，我当时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每个人都相信，当命运真的把考验扔到自己面前时，自己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该做的事。可我没有，我没有力量救下这个女人，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我们只能满怀痛苦地下撤回营地。别离开我，那是弗朗西斯·阿森蒂耶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回到营地后，伊恩和凯茜把这场可怕的发现告诉了其他人，但所有人都明白，他们已经几乎无能为力了。那一年，凯茜和伊恩最终都没能登顶。为了救弗朗西斯，他们放弃了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冲顶机会。而在确认自己根本救不了他之后，他们只能选择折返。从结果上说，弗朗西斯的确创下了纪录，她成为了第一位无氧登顶珠峰的美国女性。可她却再也无法平安下山，也再也无法亲自迎接那份荣耀。可问题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如此绝望的境地的？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去，回到阿森蒂耶夫夫妇在冲顶前最后一个高营地的那一天。在那样的高度，人体根本无法长时间停留，身体机能会一点点被掏空。而如果没有辅助氧气，这个崩溃过程只会来得更快，器官会一个接一个开始衰竭，视觉和听觉幻觉也会逐渐出现，迈动双腿抓住固定绳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到最后就连呼吸本身都会变成一种折磨。下面这段内容来自1998年5月20日，沙巴诺夫在珠峰大本营通过电话向 NTV 所做的简报。5月20日凌晨，在8200米营地过夜之后，谢尔盖·阿森蒂耶夫和他的妻子美国登山者弗朗西斯·德斯特凡诺在不使用瓶装氧气的情况下开始向上攀登，但2人没有携带头灯，因此在到达岩石地带后被迫折返。尽管如此，他们仍计划在5月21日再次出发，并继续留宿在8200米营地。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和他的法国搭档拉曼吉尔也计划于5月21日从8200米位置出发。到了5月21日，与他们同组的圣彼得堡登山者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在成功带自己的客户登顶后，第3天下到阿森蒂耶夫夫妇的帐篷处。他告诉2人，继续停留在这样的高度极其危险，并建议他们立刻一起下撤回大本营。可夫妻2人没有接受这番劝告，相反，他们决定第2天继续冲顶。而那时，他们已经在没有辅助氧气的情况下，在8200米高度待了整整3个晚上。这几乎等于把身体长时间扔进一场缓慢却持续的崩溃里。同样是在5月21日尼泊尔时间下午1点左右，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和拉曼吉尔成功登上了珠峰顶，
当时的简报甚至还写道，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而谢尔盖·阿森蒂耶夫与弗朗西斯·德斯特凡诺正在8200米营地过夜，计划于5月22日发起冲顶。他们目前状态良好，可实际上危险早就已经开始积累了。随后，一位正从峰顶下撤的乌兹别克斯坦登山者鲁斯塔姆·拉贾波夫在途中遇见了正在上升的弗朗西斯和谢尔盖。他注意到弗朗西斯一路上经常坐下来休息，拉贾波夫也曾劝他们回头，但夫妻二人依旧固执地继续向上。最终，阿森蒂耶夫夫妇是在傍晚将近7点时才登上峰顶。那时，珠峰正被橙红色的落日余晖笼罩着。弗朗西斯终于创造了纪录，但他们根本来不及庆祝，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真正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人们常说，从珠峰下撤往往比上攀更难。一旦成功登顶，人的专注力就会开始下降。这时，不论是脚下一滑，还是只是短暂停下来休息时睡着，都可能直接冻死在山上。更何况，在冲顶过程中，人的体力几乎已经被彻底榨干。当你把身体里最后一点储备都拿去换取登顶之后，下山往往才是真正的考验。可还没等他们赶回最近的营地，天就已经黑了。也正是在那一夜的黑暗下撤中，夫妻二人出了问题。到了第二天早上，谢尔盖和弗朗西斯已经不在一起，没有人能准确说清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失散的，是在黑暗中走散，在极度缺氧与失温下判断失常，还是在下撤途中其中一方先倒下，另一方被迫继续移动。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当其他登山者再次遇见他们时，谢尔盖和弗朗西斯已经分别出现在了不同的位置。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其他登山者先遇见了谢尔盖，而弗朗西斯则被发现独自倒在更高处的雪坡上。前一天，伊恩和凯茜就曾在他身边停下，尽管他绝望地向他们求救，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把他带下去。而现在，这批后来赶到的人更多，体力也更强，他们立刻给弗朗西斯接上氧气，而且直接开到最大流量，前后用掉了3瓶氧气。他们还尝试了注射、按摩，可依然毫无效果。弗朗西斯不断扯下自己的氧气面罩，嘴里含糊不清地反复嘟囔着什么。没过多久，几名来自南非的登山者以及几位夏尔巴人也加入了这场救援。众人合力把弗朗西斯往下转移了大约100米。有些说法称，远征队后来甚至试图出钱，请几位夏尔巴人继续帮忙把他往下运，但所有人都拒绝了，因为那时的他已经几乎没有救回来的可能。尽管大家已经竭尽全力，可到了上午11点，弗朗西斯还是死在了救援者的怀里。谢尔盖通过无线电得知妻子的情况后，立刻动身去迎接那支正试图把他救下山的队伍。他还活着吗？他在哪里？当他走进那支乌兹别克斯坦队伍时，他这样问道。可回应他的只有沉默。那时候，谢尔盖已经连续4天在峰顶与营地之间来回折返，他自己也几乎快要昏过去了。在那种条件下，哪怕是训练最有素的人，状态也一定极差。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把弗朗西斯一个人留在山上。走到妻子身边后，谢尔盖拔下已经空了的氧气瓶，摘掉他脸上那只早已失去意义的面罩，又把他的双手塞回羽绒服下面。也有人说，就在他终于来到他身边的那一刻，弗朗西斯的心脏才真正停止了跳动。谢尔盖把自己的第3任妻子留在了珠峰冰冷的山坡之下，而这一次他也追随着他一起留在了那里。第二天，几位登山者在弗朗西斯遗体所在位置的下方发现了一圈属于谢尔盖的绳索，以及一把冰镐。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谢尔盖究竟只是失足坠落，还是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夜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了。也许当他站在这个世界最高处俯视一切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唯一该去的地方就是弗朗西斯身边，于是他把装备留在雪地里，然后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下面这段内容出自1998年6月，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的朋友兼登山搭档谢尔盖科夫写给拉纳达兰斯的一封信。你大概知道，他的第1任妻子因病去世，第2任妻子则死于车祸。他是在喜马拉雅徒步时遇见第3任妻子弗朗西斯的。后来他成为美国公民，搬去了美国。也许
他潜意识里一直想逃离自己的命运，想开始一段新生活，但看起来人终究逃不过命运。他的第3段婚姻最终也毁在了他自己手里。你觉得这世上还会有他的位置吗？他还能去哪里？去他的父母那里，还是去面对他和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所以对我来说，他最后是自杀的这个说法是讲得通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推测，那就把它当成胡乱猜测好了。但至少这是我对整件事的还原。事后回想起来，我明白，其实没有人真的能救得了他。可人终究不能没有最基本的伦理，也不能没有一点道德感。弗朗西斯和谢尔盖的帐篷一直留在营地里，直到5月26日，其他登山者都还在等，想看看谢尔盖会不会回来。尽管那时已经有人发现了他遗落的部分装备，至于弗朗西斯的结局，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他的家人也早已接到了他不幸遇难的消息。乌兹别克斯坦队本身也还年轻，经验有限，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首要任务本来就是冲顶。在海拔8200米的高度，氧气本来就极度稀缺，每个人随身携带的装备都只能压缩到最低限度，一个 Juma 上升器，几个安全锁扣，再加一个下降器。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不该责怪谁？阿纳托利·莫什尼科夫后来说，我也不知道。在那样的高度，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不管别人后来怎么评价，每个人自己都知道当时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而那种记忆会陪着你走完余生。而伊恩·伍德尔，那个和搭档一起最先发现弗朗西斯的人，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始终没能摆脱那一天的记忆。他反复想，如果当时自己换一种做法，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活下来？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到儿子身边？日复一日，弗朗西斯那句绝望的哀求，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反复出现在他的梦里。从那以后，没有哪一天我不去想弗朗西斯。伊恩后来这样说。1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凯茜和我决定再次尝试登顶。这一次我们成功了。可是，在下撤途中，我们又看见了弗朗西斯的遗体，他还保持着当年我们离开时的姿势，在那样的低温下，几乎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凯茜和我当时就发誓，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回到珠峰，让弗朗西斯真正入土为安。为了完成这件事，伊恩整整准备了8年，甚至几乎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终于，在2007年3月，伊恩和他的向导再次抵达了弗朗西斯所在的地方。那时的他已经被人称作珠峰睡美人，甚至被一些登山队当成沿途辨认路线的地标。那一年，伊恩原本也计划把著名的绿靴子遗体一并安置好，但最终没能做到。后来，绿靴子被中国登山队移离了主线路。伊恩回忆说，我用一面美国国旗包裹住弗朗西斯，又把他儿子写给他的一张字条放在里面。随后，我把他的遗体推下山坡，让他离开其他登山者的视线。现在，他终于可以安息了。至少，我终于为他做成了一件事。至少在弗朗西斯这件事里，伊恩显然不是一个能轻易把那一页放下的人。那留给他的不只是愧疚，也是很多年都没能走出的负担。至于谢尔盖，他的遗体很可能是在1999年靠近峰顶的位置被发现的，那里距离他妻子遇难的地方并不远。人们是根据他1998年携带装备的照片，才大致确认了那具遗体的身份。下面这段内容来自杰克诺顿的一则回复，他是1999年马洛里欧文研究远征队的成员之一。抱歉，这么晚才把谢尔盖的照片发过来。我们当时看到的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他。我记得那身紫色羽绒服，他呈蜷曲姿势躺在那里，位置大概在马洛里区域约肯那道不太明显的裂迹后方，海拔大约8275米。我认为那就是他。如果你还需要别的资料，告诉我就行。另外，我这里还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是在他从固定绳上被解下来之后拍的。拉塞尔说，他的家人希望能留下一张他遗体脱离固定绳的照片。就这样，这对在群山中相识相爱的夫妻，最终把永恒的归宿留在了世界最高处。其实，谢尔盖究竟是不是主动追随弗朗西斯而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他们相遇于山中，也一同死在山中，仿佛命运从一开始
就把结局写在了那里。但这个故事依旧会让人忍不住去想，如果谢尔盖和弗朗西斯当初没有那样执着于顶峰记录与证明自己，他们是不是反而能够保住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生命？下面这段是一位与谢尔盖相识的登山者季马对这对夫妻留下的评价。我们在大本营时就住在弗朗西斯和谢尔盖旁边，而且大家用的是同一张登山许可证。我们更早登顶，之后已经在返回加德满都的路上了。在山口那里，我设法联系上了谢尔盖，那时候他们已经在8200米待了整整3天。我劝他放弃这次冲顶，可他坚持说他们状态很好。在我看来，这种判断显然已经失真了。弗朗西斯的动力非常强，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都太想完成这次登顶了。但他在高海拔攀登方面的经验其实并不算多，而这一切最终叠加在一起，才导致了这样令人悲伤的结局。很多年里，在伊恩把弗朗西斯的遗体从山坡上移走之前，他的儿子保罗一直被那些照片反复折磨着。那些照片是世界各地经过那里的登山者拍下来的。在照片里，弗朗西斯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仿佛只是短暂地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他的皮肤雪白，看上去像一只被冰雪封存起来的瓷娃娃。可悲的是，像这样结束生命的登山者其实并不少见。在群山的壮美之下，在个人成就带来的荣耀之下，始终都潜伏着死亡的代价。而弗朗西斯和谢尔盖的故事真正留下来的，也许并不只是一个登顶成功却没能回来的悲剧，它更像是在提醒后来所有人，当执念、荣耀、记录和征服欲一点点压过了判断，再强的热爱也可能把人带向无法挽回的深渊。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终究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回答。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点个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探险。